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BS 少康战情室。这么像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高嘉瑜委员、黄伟环先生、柯志恩委员、郑正前委员、赖香林执行长。好，那么川普跟习近平昨天通电话啊，我认为主要是为了俄乌啦，哦，只是希望中国也支持一下，不要在后面扯后腿啦，不要总是希望能够共襄盛举嘛哈。那再强调，其实我们都知道了，说川普自己说了，说明年4月这个4月他要访中哦，然后呢要习近平去访美哦，反正就是这个另外谈俄乌、黄豆哦，还有那个芬普尼那种毒品哦。那另外呢，27号是感恩节嘛，所以感恩节的之前通话，川普说美中可以把目光放到大局上，那小枝小节的事情就不要再扯了，看大事啊。那另外呢，川普团队私下讨论呢，说呢有可能会卖给辉达 H200的晶片，因为这个黄仁勋一直游说嘛，你不卖，老公自己搞了，搞了以后呢，他急起直追，你也失去做生意，干嘛呢啊？那所以呢，辉达是不是如果这样，当然是一个大消息了哈。那说呢，这个川普在衡量是不是让比较先进的 AI 晶片卖给他，你不老是卖给他都落后的东西，道理很生气啊！你怎么看不起我？你卖给落后，我不要了，哦，宁愿不要了，我自己做。美国商务部长哦，这个卢特尼特漏了口风了，说正在研商啊，到底是黄仁勋说动了白宫，还是习近平的稀土牌？因为这稀土我给你控制啊，你不给我不给你啊啊，到底什么还是都有了哈。那另外呢，台经院的专家啊，刘佩珍是说呢，这是国家安全跟市场的折中啊，一方面要顾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一方面要考虑到市场还是很大，对不对？你干嘛放这么大的市场呢？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峰会后再次通话，历时1小时。会后双方声明凸显各自想强调的重点。川普的声明没有出现台湾，也没有提到中日纷争。川普在真实社群上表示，双方讨论包括乌俄、芬坦尼、大豆和其他农产品的议题，强调美中关系非常稳固。Russia-Ukraine did come up, but the focus was mainly on the trade deal that we are working on with China and those relations and how they are moving in a positive direction. President also addressed our farmers, and we are pleased with what we've seen from the Chinese, and they feel the same way. And the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Xi discussed continuing to stay in correspondence following their very productive meeting in South Korea. 9月，川普和习近平通话，双方摘要不见台湾。10月川习釜山峰会没谈台湾，而这次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中日关系紧张后，中方罕见的主动要求通话。台湾议题当然是北京最在意的，要不要提，要怎么提，北京有自己的节奏和战术，而一直到明年4月，川普访问北京之前，中方只会加大力道。川普将在4月访问中国，他也邀请习近平在2026年到美国国事访问。上一次大陆国家领导人到美国的国事访问是10年前奥巴马任内，川普第1任，习近平造访海湖庄园，拜登时则是在 APEC 场外会谈。通常美国会先邀请盟国来国事访问，如果习近平这场睽违11年的国事访问真的成为川普2.0的第1场，恐怕会加深美国盟友的不安。老师，你觉得为什么昨天突然通电话了？我觉得他们昨天习近平很主动，而且是意料之外，而且不谈则已，一谈就是1个小时，而且题目非常的广泛，而且事后呢，老中强调有谈到台湾，美国没讲，那个川普就避开了，因为这个他不愿意明讲，因为讲了不见得讨好老公，但是得罪了，也让日本的高市早苗是早苗是早苗小苗，高兴也就有一点没面子啊。那所以只能这样处理。我觉得为什么有这个谈？我觉得不是跟俄乌有关，而且我觉得是跟早苗的危机有关啊。因为我觉得中国要把高市早苗的这个争论做一个了结，已经超过高峰，要收尾了。这点我们的看法不太一样。我觉得马上很快就会收尾。为什么？因为老共用了最极端的手段，本来可不用的，他现在都用了，表示说他后面没有招了。比如说他们的 No.1 外交家王毅，甚至引用联合国宪章说你这个前侵略者，如果再侵略的话，那中美英法书可以不经过
安理会的同意，马上把你干掉。哦，那日本外交部说这个是老早废掉的，而且你们中国是同意废掉的一个。我觉得那个中国是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你知道吗？那王毅怎么那么糊涂，却把一个已经废掉的老条文拿出来讲？没有废掉，是有通过，但是条文还在了，条文还在。所以这个王毅需要用到这已经是非常极端了。还有呢，这个昨天开这个会，我觉得老共要收了，老共要收，见好就收嘛，已经再打下去对老共的好处有限。那我要讲一下我这个有关 H200我的看法哈，这个是很争议的一个问题。但是最近那个黄仁春，你看他很会拍马屁啊，他专辑有3次拍了习近平的马屁。他说我们今天科技 AI 能够这么进步，习近平那个川普的功劳他真的拍的川普最喜欢人家拍马屁。还有川普肯定赞美对方也只有3种人，一种他打不过的无可奈何的，一个他有所求的，一个呢他就是真的就是既打不过也拿你没办法了。你那个川普从来没有肯定过你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加油啊！你这个还不够分量，你还不够分量哈。那我觉得这个 H200 是这个样子，你要听两方的说法，这个跟我们的那个财经学者讲的不一样。这个不是只是市场跟国安的较量啊，是黄仁勋说，老共现在距离我们只有 nanosecond 那一秒，你看那一秒。我在你的脖子后面吹气你闻到我那个气都不止那一秒，所以几乎就是并排了、并肩了，他跟我没有什么差别了。但是黄仁勋说不要怕，卖给他，我再努力，再让他追来。这个是黄仁勋非常有把握、非常有信心，不纯粹为着市场着想的。那川普的这个政府人员，尤其是国会的鹰派，他们怎么讲？他说我们领先中国10年。但是不能卖给他这个10年就不是10年了，他就追上了，10年怕他追上 ，not a second 不怕他追。你看这个反差实在太大了。那你相信谁？我当然相信黄仁勋。黄仁勋会害自己吗？当然不会，对不对？所以呢，但是我现在有一点担心一个，因为这个如果过了，这个股票会涨一波。但是问题是，如果过了，老公说 H200我也不要，这个我们也会。所以现在还有一说 ，H200以外，甚至白宫会答应说，连那个 Blackwell 也卖给他。因为美国已经有 Blackwell Ultra 了，知道吗？卖给你没关系，本人就是 Ultra。不过反正黄仁勋好，辉达好，你也好嘛，对不对？大家都好，全球都好。我算什么？我这里都potato都不止当然你好嘛，没有他股票的好什么呢？来。我觉得川普他就是大家都知道他就是一个交易性的一个外交并没有跟中国有结构性这个外交关系的改变，大家只是在短期的利益彼此之间来做一个消长。那当然跟刚刚这个大佬所提到的高市早苗的一些言论呢，势必是牵动的美中之间的一个关联度但是呢，大家看看这个川普的个性他本身就是你看他后来讲说他跟习近平之间的谈话是非常好，而且真的是不错，这就表示他非常喜欢个人私下的一个所谓的交易，对不对？他非常喜欢透过这个方式来表达他自己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一个能力，所以目前好像相谈甚欢，他也拿到了他大豆、黄豆的这样子一个大局的可以往中国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对他个人来说。当然会是一个大家认为是一个算是一个胜利嘛，所以你看他这样的一个喜悦应该会持续一段的一个时间。那至于刚刚这个大佬所提到的 H200，我某种程度也是同意，因为就我理解黄仁勋花费非常多的这样子的一个动能去鼓动，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有包括川普本身因为他们就诚如刚才最关键的，他们认为即使 H200是一个先进，但不足以撼动
中国它未来在军事用 AI 的这个方式可以去做应用，所以在国安的问题上面是得到了一个防火墙，所以这时候把这个 H200放过去，可以增加他们不管股票或是研发等等这方面的一个利益。重点是为下一次他们这个川习会即将在明年3、4月要登场的时候，也是给大家留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退路。但是呢，我还是要提到这个川普他们对于中台湾的一个问题来说，他应该会被幕僚所提醒。虽然习近平抛出这个意思，但是你看川普说，我们充分理解中国了解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性，就截止了，只有这么一段短短的一句话，所以表示呢，他会很克制自己，不要在这个议题上面牵涉太多，所以会 focus 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至于俄乌，好像是他们认为这是打电话的其中一个原因，可是我不认为他们会是一个最大的重点，重点应该还是放在未来彼此之间的经贸 H200会对于美国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利益，起码在彼此之间在稀土的谈判上面，大家可以有。还有就是高市这个部分，你不要忘记，川普后来也打电话给高市哦，所以你就会知道，他就很希望在中日美当中，他还是一个主导者，然后透过跟高市来安抚这个意思，然后也强化美日在印太地区的一个角色跟地位。所以他就知道，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川普就符合他所说的，彼此之间有个人私下的这个交情，同时他就是一个谈判的专家。美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输，所以到目前为止，川普应该是蛮满意的。休息一下再回来。习近平昨天跟川普通电话说台湾回归中国是国际秩序的重要部分。第一次听他这样讲嘛，以前是台湾希望把台湾问题国际化，所以如果老共打我们，日本要帮我们了，美国要帮我们了，我们要变成国际问题啊。那老共呢希望把台湾问题国内化，所以台湾问题跟你国际无关，台湾问题是我们自己国内问题，是我们核心利益的核心利益。我第一次看到像这样的位阶的人把台湾回归是国际秩序，因为他说2战以后，台湾就是回归给中国了。他现在不管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回归给中国了，还给中国。那现在我已经取代中华民国了，从老共的角度，中华民国已经消灭了，所以就是给我啊。所以这叫做国际秩序的重要部分了。他已经把它抬到，换句话说，台湾一直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老共现在也把它拿到国际上，这为了国际秩序，台湾要回归啊。第一次以前都讲的什么台海和平啦，然后台湾是内政问题啦，你不要支持台独，然后反对台独，现在变成这样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未来他的外交的策略可能在改变那另外呢，这个习近平有提到台湾，刚刚讲台湾回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那说呢这跟2战的胜利战果有关，台湾回归中国是2次大战把日本打败，把德国纳粹打败胜利的成果你们现在想破坏这个他意思就是这样子那总统他就说没有回归了，回归什么？没有这个选项，回归谁？那另外呢，民进党团说新华社急于替习近平搞政治操作那另外呢，这个翁履中也说要小心他有用心思把台湾写进对美外交的时间表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是说呢，习近平罕见主动打电话给川普，因为日中关系紧张，所以呢影响对台湾的政策所以他要美国告诉美国台湾很重要那另外呢说川普呢画一个模糊的框框，他说我理解了对，美国现在的策略就像那个时候什么这个中美建交时候也是好你说我 acknowledge 我知道了我理解，但是他不表示他的态度。同样的，习近平你讲嘛，讲完了我也没有反对你，但是呢我理解我知道对你很重要，然后就到此为止了，也没有说我乱讲，也没有说我支持你，就是这样子那么维持一个模糊的空间，所以他说是模糊的一个框了来，这个政委。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习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特殊的因为过去几十年的时候就是中方的领导人有主动打电话给美国，大概只有在2001年911之后的时候，江泽民主动打电话给了布希。可当时就是
大陆的官媒还特别讲到说，江泽民打电话给布希是因为美国的要求。好，那这一次的时候，我其实很清楚的是习主动打电话给川普这个部分。那为什么会在这时间打电话给这部分？我觉得肯定是跟日本就是高市早苗那言论其实是有关的，因为高市早苗这言论出来之后的时候，大陆整个的反弹其实是非常大的，不管是在经济上面的制裁，在外交上面的一些动作，甚至在军事上面的一些恐吓，大家都讲到顶上面去了哈，甚至于把说台湾的问题其实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之后的一个架构，这样的一个大框架都拿出来，这个情况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况，而且大陆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把二战之后的国际框架的琉球的事情一起拉出来的时候，显然就是中国这次对于日本高市早苗这言论其实是反弹非常大的。可是呢，我们就在想一个状态，是说，那现在北京是不是真的准备好了要开战的一个准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愿意。可是高市早苗就是日本的右派，他们在这个时间点当中的时候会去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他也不是失言，我觉得事实上他们应该也是计划好的，因为现在美国在亚太这边的一个影响力逐渐的一个降低，日本一定看准了一个点，就是说美国这边需要有一个人一起来扮演一个比较像是一个伙伴的一个角色，给中国大陆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日本也在测试这个状态。所以当日本讲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觉得美国非常非常聪明，他们真的是一个功利主义的一个国家，现实主义当道，所以他们在对于日本的一个回应当中也回得很模糊，并没有直接讲说，他们要如何去挺日本哈，当然外交上的辞令他们有提到，可是在实际上面其实他们也并没有做出来。那么在这一次川普跟习近平的通电话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川普他很清楚的是要讲台湾的问题，可是习近平要讲台湾的问题，可是川普他要讲他自己国内的一个问题，讲经济，讲芬太尼，讲大豆，讲等等相关的经济问题，然后提到了那个H200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觉得H200这个部分，美国他们肯定也在思考这个状态，因为大陆事实上他们现在很积极的想要去发展他们自己本土的一个 AI 的一个生态系出来，所以事实上在今年9月份的时候，大陆官方他们就很清楚的一个下令希望就是大陆的所有官方在成立 AI server 的算力中心的部分，或者是像阿里巴巴、像华为这样的大公司，都不要去买 RTX Pro 6000D，就是美国的一个针对大陆要特别提供的一个 AI 晶片，大陆直接主动说不要这样的晶片。那这个晶片其实它是比 H200更低阶一点点的一个情况。那以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它表示不要这样的一个晶片，而且是直接下令不要去用这样的晶片的时候，我觉得它很大一部分是想要去透过大陆庞大的一个市场，把大陆自己的一个AI 的一个生态系把它建立起来。所以黄仁勋紧不紧张？我觉得黄仁勋一定也会紧张，而且加上 H200这个晶片已经是2年前的晶片了，他们现在那个 Berwick 都出来，都有更新的一个晶片出来，所以对美国来讲的时候 ，H200事实上是不是可以放？其实是可以放的。可是，在 H200之前，其实还有 H100、A100、H800，其实等等 H20都有，可这些其实都还在禁运的一个名单当中。所以美国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会不会在跟中国的一个这个晶片的一个出口禁运这边会有个松绑？我觉得是很值得观察的。不过我觉得对于习来讲的时候呢，晶片这个问题我觉得相较于台湾问题来讲，一定是次之又次之的一个部分。就不管你美国禁还是不禁。中国一定会想办法自己去发展的啦，他那么多人才，对不对？说全世界的 AI 人才一半在他那个地方，他怎么会不努力去发展呢？所以你禁也好，不禁也好，只是时间长一点、短一点而已啦。赖委，对，我想这个晶片这件事情，大家讨论那么多，其实它可能也不是这一次他们川习通电话的主因的我比较认同刚刚那个柯委员讲到，形式上面这个高市惹出来的这件事情。中美之间要收，到底要怎么收？什么时间点收才是比较恰当的时机？那我觉得也是，就是说从整个中日之间能够寄出来的手段，不管是这个一边说我的这个航运的班次要减少然后一边就说我的水产呢本来要开放也禁止，这个都是经济性跟一个大家认为的两国在这个
外交上面呢，大概会采取的可能性的做法。可是没有人想到这件事情是他们讲有个专业名词叫 bypassing， 就是有一个2大国的这个领导人哦，电话这个处理一下，把整个世界的局势呢又重新定个锚，那中日的事情可能就荡下来，甚至就不能再有一个插曲。我觉得这个是这次看到一个就是川习的电话呢，在亚太地区有一个定锚的新的局势。那我觉得最紧张的应该会是台湾了哈，因为包括我们自己昨天大概10点多看到电视跑马灯，大家都一直在看说他到底是真的打电话了没，打了什么内容等等，大家都在等。那早上看到就是很确实有谈到台湾，但是川普并没有特别要强化这一点。那我觉得这对台湾，特别是外交跟这个国安单位，他们应该也要很心知肚明的知道，当2大国在对台湾因为日本的一句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引发的亚太区域的这个张力紧张里面，台湾其实是没有角色的。我们的总统只有形式上面就是安抚一下，跟台日史上关系最友好，还在吃这个日本料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那个做法是相当的不智的哦。那第二个当然就涉及到说，那现在我们的外交国安单位看待这个川习打电话这件事，我们现在到底是待价而沽的这个供应链上面的这个当红炸子，还是我们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觉得我们 we have no card 这件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隐忧了。那嘉宇。我觉得目前看起来，美中日的这个三角关系，川普当然还是最大的赢家。在高市早苗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到现在，可以看得出来，日本的民众是非常支持的。现在最新的民调，高市早苗已经到72%了，代表说多数的民众在中国不断的打压，甚至威胁恐吓情况之下，当然是要力挺自己的首相高市早苗。而高市早苗他的微笑外交，从之前这个G20大家也都看到，其实整个过程里面跟各国领袖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之外，习近平第一时间他也想要去找川普来讨救兵，打电话给川普问说，那到底台湾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等等，大家也都这个分析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并没有明确的表态，而且反而是打电话给高市早苗说，刚刚习近平有打电话给我，但是呢，我赶快跟你讲哦，所以高市早苗也对外宣布说，这个整个川普跟这个习近平的通话他都非常的清楚，而且他还是非常的跟美国保持良好的互动跟关系，也有很好的畅通管道。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现在作为一个这个仲裁者，或者是大家都要去找他的情况之下，他能够维持双边的关系，而且保持跟日本的友善，跟对台湾的友好，这个其实对台湾相对是比较有利的。那对于习近平来讲，当然从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不断的发酵，对于他的领导或者是对中国其他国家，可能他也会担心这个舆论的扩散，所以他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方式，希望能够遏制这样子的一个舆论。但是显见于他越是用一个比较极端的方式去攻击日本，或者是去打压这样子的言论，反而会让大家越觉得说川普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情势当然也会认为说，对于台湾来讲，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虽然它名字叫中华民国，可是无论你说要回归你现在讲出一个新的说法，过去回归是什么？是用在香港你说香港主权回归，当时我们听到回归，可是现在突然讲出一个台湾要回归中国这个新的说法，这个国际上能不能认同？如果你从国际法或者其他从开罗宣言、旧金山合约等等，可能很多人会说台湾的主权是不是未定论，或者是台湾的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有不同的说法，但从来没有人认为台湾的主权会属于中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习近平要抛出一个回归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很明显在法理上、逻辑上都非常的不通，美国也不可能站在这个中国这一边，所以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可能没有其他的方式，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在国际上或者在内部上去维持一个这个舆论上的一个平衡。可是我觉得以现在台湾的情势来讲，我们的盟友越来越多，对于我们从 IPEC 到高市早苗到美国来讲，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是有信心的。我觉得他的回归的意思就是说2战以后日本要把他的殖民地台湾还给中国，就是回归，所以97也是回归他用这个又表示说他要承续2战以后的那种讲法。问题是台湾是回归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现在还存在啊。那从北京的从西面立场，他认为中华民国已经被他取代了，联合国是这样子嘛？但实际上
哦，实际上中华民国是还在的，哦，所以中华民国台湾回归给谁呢？是回归给中华民国。那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台湾是回归给中华民国的。休息一下再回来。